来吧，新玩具 AAT 擎天柱的2.0重置版本终于上线了。这一回盒子的外包装也是直接用产品的实物拍出来的照片。纸品方面，挺厚的一本说明书，全彩印刷，中英文双语，而且正逆变都有，这个倒是比较贴心的。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来看配件内容，一把大炮。细节雕琢刻画还不错，只是这些地方如果能再上一些涂装分色就好看了。骑士大剑在纹路上边雕琢的还是很不错的，包括剑柄位置的一些刻画，还有两侧剑刃上面的赛星纹，都是比较精致的。梅林之杖也是电影里边有登场的，整个的比例也是配合擎天柱的人形而生，上面这些细节的雕琢纹理都不错啊。臂刺这个尖儿挺尖锐的，但是料子的韧性还可以。骑士柱的枪盾涂装火焰纹效果还不错啊，这边有3管炮，而且上面有一个扣子，可以把剑嵌在上面，同时一起背在后背。另外还有个小噱头，拽着炮管往上一拉，就炸开了。这个联动的炸开效果很带感。除此之外，还有一盒替换头雕，在开包装的时候，上面带的是那个一边红一边蓝有涂装的，额外还会带一个这样的嘴板。细节雕琢造型来说还可以啊。同时抠下来脸可以换上另一个戴口罩的战斗面具，造型来说很不错，可以。只是我觉得眼睛瞳孔的位置漆面点的不是很明显，它其实有上一点点涂抓。如果说分层的这些涂装刻画再多一些，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我们来看这一回的车型，哇，这个感觉相当不错了，而且整体来说包裹的完成度都还可以，这几个面看并没有什么露怯的地方。同时说起来啊，之前 AAT 在出 1.0 版本的时候，这块车顶拆的是特别的碎的，再加上当时的那个做工，还有设计上边的一些小连杆的问题啊，这块密合是相当差劲的。而这回 2.0 可以说是重新的设计了一款，把这一块完全的改掉之后，看这个车顶的密合程度非常不错了，而且这回的料子也比 1.0 版本要厚实很多，分件没有那么碎了。车头这块的火焰纹涂装的效果做得非常漂亮，窗眉上面的这2块有尖刺的地方是软胶的材质，这块是电镀的造型。前方的进气格栅电镀出来的效果非常的亮眼。电镀轮毂，橡胶的轮胎，后边悬挂的部位也用了里外面翻转来刻画一些零件的细节。底盘来看，其实也算是整整齐齐，填的还是满满当当的。他把脑袋藏在了这儿，所以其实这一款擎天柱的密度压缩非常的厉害。车门的侧面这里有一个扣子啊，这一块开的时候还是挺紧的。打开之后可以仔细的发现里边还有方向盘、仪表盘这些的刻画。虽然说里边已经填得满满当当，做不进去小人了，但是这些细节还是有的。磨砂表面的深茶色透明件窗户展示出来的效果也不错。电镀的烟囱和后面的这块面板拼合起来，包括车尾的这一块也使用了电镀的零件，很好看啊。整车长度在25公分左右，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尺寸了。之前在 1.0 时代的时候，其实我对 AAT 的评价就是它美型方面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它的人形和车型，但是变形结构过于复杂，再加上身上的一些结构啦、零件啦，还有做工的问题太过于纤细，驾驭不了这么复杂的一个结构，就导致了 AAT 那款变形起来简直就是虐心。而这一次 2.0 重置了以后，完全推翻之前的设定，重新设计，这回比之前要好很多，但是相对来说变形还是依旧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一点一点的仔细来看，首先把它翻到车底盘，这一块中间的零件抠开，这里是裙甲的部位，然后前方这里有2个凸点，保险杠的位置打开，卸松掉，小心一点，侧面这里其实和里面的胳膊暗处是有卡扣的。把这一块打开，车门下方这里有一个挂钩，这一块打开，然后油箱部位这一块锁着的位置
整个的往后翻。然后注意看车尾的地方，这里是一个梯形的咬合挂钩，把这里打松掉，左右脱开。人的耳朵侧面这里有一个卡孔，把这个地方结合的位点打开，同时双腿之间的卡扣打松。再有车门下方和大腿连接处的卡扣打松。翻到下方来看，把大腿的这一块拼合整齐，扭到位。然后侧裙甲翻下来，双关节提这一块的边缘夹角立好。根据胯部这一块的关节，先打开，打松掉，然后往前整体折叠，和裙甲更换一个位置，放到这一侧来。后裙甲此时就可以扣上了。然后根据这里的双段关节搓动一下，把胯部归位。好了，腾开了全部的空间，我们来仔细看腿部这一块如何变形。首先，把里边这一块蓝色的面板双关节翻折，填到这儿，打开轮子上方这一块大灯位置中间的卡扣，然后单独的把它旋转180度放过去。这一块是脚丫子的部分，分离，把这一块180度折叠过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是脚尖，然后根部这里有一个滑槽，把它拉长，旋转这一块零件，再翻动。它这里边是2个不同方向的轴，我们需要调整这个空间，让这一块灰色零件中间的凹槽刚刚好把轮子包上，这个就到位了。所以这2个轴的位置关系，我们从侧面这里看一下是这样的：让这一块翻平，然后根据这个轴旋转一下，转一个90度过来，这块下方又有一个滑槽，把它推进去，推到底锁住，脚尖放好，这只大脚丫子就有了。准备工作先放到这里，然后小腿的部分。刚才我们翻起来的这一块，这个盖子扣下来，根部这里又有一个大的插扣，和轮子边进行连接。然后我们再换个方向，抠开这一块电镀的方块板，打松掉。整个的这条腿板，根部有一个双关节，把它拉起来，撬松。然后这一块灰色的面板180度反折，扣到另一边去，中间又有一个滑道的装饰零件，拉起来，旋转180度，转到位以后，把这2个卡扣露出来，放在这里备用。开始旋转带有轮子的这一面，整个的放在这里。然后翻到这一面看，刚才我们旋转过来凸起的这2个卡扣和前方这里插上，固定结合。腿肚子这块让过来包住，根部这里又有一个插扣，进行环环相扣的咬合，把这块腿肚子的造型、肌肉质感包裹出来。然后捏紧它，下方带有银色涂装的面板定位方块的地方卡住。捏着上方边缘，再把这一块带有电镀零件根部的方块卡扣进行第2次的锁定，然后脚踝归位。那么好，这一条腿小腿的部分就包裹出来了。哇，一层一层的，这中间也是不少的卡扣，环环的相扣啊。从里边翻出来的这些带有涂装的板件，整个把腿包成了一个圆形的效果。其实说起来也是挺厉害的，但是这个过程第一次变的时候有一点迷糊啊，变顺手就好了。2条腿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完成，其实这个还不算最困难的，算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步骤。然后从肚子里边往出掏，注意前裙甲的位置是插在胳膊内侧的缝隙里的。掏过来以后，把腰部的这一块零件压平，前裙甲放下来，左右转轴打开。
然后注意腰部，刚才我们翻折下来的这个轴啊，根部有一个滑道，推平它。难点这才刚刚开始。里边灰色的零件双关节，先给它翻出来，然后看车头正面，拆开电镀的进气格栅，下方这里的2个卡扣，180度贴过来。在这个轴的下方有一个插扣和小臂结合着，打松，再翻折过来。这一块侧面的蓝色面板旋转180度，翻到位以后有一个定位的凸点，把它卡一下。电镀的窗眉中间的这一块先插开，然后抠，打松，打松，把这一块先卸松掉卡扣，然后车门里边和胳膊又有一个连接的插扣，打松，2条胳膊先放下来。左右炸开一点点的幅度，看车顶侧面的这2条线，这一处是7型的挂轴，所以要揉着点力度，顶一下，把这一块拉松。另一侧也是，手托着点下方，顶一下这个卡扣，把它顶开，然后再拉松后方这里，胳膊就呈现一个炸开的姿势。这个时候从肚子里边完全的掏出，整个的零件就出来了。所以这一块变形的过程中啊，还是要比较小心一些的。根部的这个轴在变形的时候，现在是不能翻折的。我们仔细来看，侧面这里带有方向盘和前仪表盘的位置啊，有一个滑槽，我们要把这个滑槽先放下来。然后看这个轴的根部也有一个滑槽，把它抠一下，抠到底，这个时候才能进行旋转。原因是如果方向盘、仪表盘的这一块锁上来的同时啊，中间这里会有一个锁眼儿，把这个轴的根部进行一个锁定，所以这里要特别的注意。对过来这个轴以后啊，注意还是一个滑槽的方向，翻过来我们把金色涂装的面儿对齐。再顶一下，这个才嵌合到位。根部这里会出现一个方的插口，把它对上。此时我们再把方向盘和仪表盘这个地方的滑槽往上推，收纳起来。倒是不用担心啊，这个方向盘是一个软胶的零件。好了，算是最难的一个点，我们已经解决过去了。翻到车头的肚子里面，这一块在变形啊，尤其是人变车的时候。2个肩胛是有维度咬合的扣子的，一个横着锁，一个上面锁。现在炸开的时候，我们就很好的解放出来了。但是如果你在变车的过程中想要密合到位，一个是此处的坎儿卡在上方，一个是侧面的这个凸也要跟这里卡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操作过程啊。设计师给的操作空间太小了。变形起来会特别的绊手，现在就可以把里边的肩部卡扣打松，这一块的卡扣打松，根部这里双关节拉一下，翻折180度，给它掏出来。好，胳膊终于解放开来了。下一步来看后背的烟囱，中间这里是有滑槽的，我们把这里边往里推一点，推进去。然后再把根部这里撇开，形成一个 V 字的造型。然后就说一下料子方面的问题啊，这一块在变形的过程中其实是十分受力的，不论是人变车还是车变人，毕竟上方拽着这么大一块的东西啊，在调整的过程中还要来回的挪，所以根部这块车顶的面板其实看起来挺厚的，但根部这里避免不了还是会出现白痕，我觉得这个是设计的原因啊。这一块板子会非常受力，尤其根部的这个轴，所以我觉得还是换成合金的零件相对来说会比较靠谱一点点。然后下一步我们要操作的侧面电镀的窗眉，横折一个90度，打开中间这块的结合位置，卸松，边缘这里有一个叉，根部又一个双段的关节。深灰色的轴，我们要把它整个的往里收，
收，变成这样的幅度。再看车窗内侧这里，灰色的零件180度翻过来填一个造型，再顺着这个球形关节翻转180度，窗户眉也找好位置，挪到这样，也就是变成了擎天柱侧面肋骨的部分，同时把这个车门藏了进去。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给的操作空间是非常非常极限的，一切都要小心翼翼的进行。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一大坨全部塞到这个空间里面去。此时这些零件的位置关系也是有一个先后的顺序的。进气格栅侧面边缘这里，记得往内折叠一下。这一块窗户眉完全的贴合到前挡风，进行一个层次的错落。侧面的这两块插到缝隙。好，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关系。然后我们调整所有结合的卡扣位置，包括前方锁腰的位置，慢慢的密合。在这些环环相扣的锁定过程中，咱们来说几个重点啊。首先，腰部这一块它不是一个方框，肩后的这两个滑道缩进来的同时，下方这里又有一个斜着顺着这个球形关节的转动，所以它的腰部是 V 字形的。连接过来以后，上下有两个插扣，先锁在腰上，再锁前方面板的左右挂钩和腰带两侧的挂钩，这块锁定住。接着，领子侧面来回活动的零件根部这里，又有一个插扣和灰色的零件进行定位。变形完成，密合好，就可以把这两侧的边缘衣领折到后方去。翻到后背来，刚才我们已经把烟囱变得差不多了，把这一块零件翻过来，左右的蓝色打开，背部的造型完全的贴合。脖子和车顶中间的卡扣落到位，前方这里又会出现3个锁点，把这里插齐。小衣领卷过来，侧面这里稍微摆一摆造型。后背这里主要注意蓝色的零件，它旋转过来的同时堵的是这一块烟囱摆成 S 型以后中间露着的这个缝隙，用它遮盖起来。这后背非常的漂亮。最后我们来看胳膊的收纳处理。把这一块零件双关节填上来之后，胳膊这里啊要注意挪开肩胛，这里是一个磨盘转动，打开灰色零件根部轴这里的一个锁点方向，旋转这个磨盘，提到最上方蓝色的边缘卡扣，这里进行固定。然后侧面这块蓝色的盖板往上翻折，这里边有3方向旋转的轴，我们要来回调整这些轴的角度，让它挪到肩膀的上方。这里又有一个双向的锁定位置，竖着一个方框，横着一个圆豆，把这里挂住它。好，这块肩板归位，然后灰色的这一块双关节盖下来，这块也有2个插合的点。一个是和衣领后方这里用这一片进行插合，另一个是用前方这里的挂钩锁在衣领的边缘。我们继续来调整肩膀，立起来，2头肌先旋转180度，肩胛双关节归位。手部的变形，大拇指在变成车型的时候是朝上的，收纳到一个最小的空间，旋转下来。最后的胸口2坨胸大肌左右炸开，刚刚好又堵住了门板这些折叠出来的零件以及中间镂空的位置，挡住。下方这2个小角翻下来，搞定。来看一下变形完成后的效果，哇，真的是非常不错。AT 的 1.0 擎天柱，其实在当时来说，人形的处理效果应该是市面上最强的。但这回 2.0 的造型，我觉得会比 1.0 更加的漂亮一些，各种角度来看都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样式。整体人形的身高也几乎来到了28.5公分左右，个头还是挺大的。
侧面来看，背包也是干干净净，身体方面变成人形，几乎看不到太多的在车型状态下的一些零件，基本全部包裹在了胸口内侧以及小腿内侧。甚至转到后背来，整个后背的一个造型，这些烟囱的刻画，可以说后背整个的造型也能做到360度无懈可击，真的漂亮，没得挑。电盾扣在背后也相当的稳定，但是因为重量增加的关系啊，人物会产生一些后仰的感觉。问题主要还是出在了这次设计的脚踝上，可以看到在变形过程中啊，这一块是完全隐藏下来的一个轮子，前轮折叠在了脚底。脚踝这个地方呢，其实主要是靠这个轴去支撑的，这一块会显得有一些薄弱，所以全身上下这么多的重量完全压在了这个脚踝上的时候啊，如果背后这里再背上剑盾的话，肯定这个地方受力会很严重。这款其实重量还是挺大的，身上也有一些合金的零件，所以就导致了这个脚踝，我觉得应该再做的稳固一些。但现在也是碍于这个结构的关系啊，其实这一块我觉得也换成一个合金件，看起来会更加的稳固一些吧。无论是面雕的造型，还是胸口的一些板件的细节、层次感啊，这一款做的真的太漂亮了。可动方面，头部球形的关节左右旋转吧，基本上能转到这个幅度，会被左右的肩胛这里稍微挡到一点点。点头、抬头、左右，其实它的脖子是2段关节，所以可动的幅度还是挺大的。肩胛的部位，这里边有3段的关节轴，变形的需要啊，根部还有一个球形关节，所以也完全不影响。挺举的话，这里是齿轮关节，可以抬到90度。前后旋转的时候挪开肩胛，360度没有问题。二头肌变形的需要360度旋转。二头肌前方的这块装甲根部有弹簧，内侧还有一些细节的刻画，所以当你在屈臂的时候，这块会自动的顶上去。同时，肘部是一个双关节，加起来可以折到90度。手指的造型是下3指连在一起的棉手套式，但根部这里啊，下边3个单独的指头又是能独立旋转的。腰部旋转360度没有问题，同时设计了独立的弯腰关节，只不过打开以后这一块会整个的脱开肉。胯部这里变形的需要设计了双关节的下托，所以折下来，前踢齿轮关节基本上可以踢平，而且撑得住。后踢也能踢到45度左右，侧举通过这个双段的齿轮关节也能折到90度。而且在这些齿轮关节上啊，能明显看到出厂的时候内置的润滑油。大腿根部左右可以旋转，这里也是变形的需要。这一根裤链是软胶的材质，不会轻易的折损。膝盖的双段关节可以折到120多度的距离，但是膝盖前方这里会出现脱肉。而且在变成车型的过程中啊，注意这个双关节，我们是需要往前这样斜着折叠一下的，变成这个样子。当变成人形的时候，调整一下。脚踝整脚面左右的接地，但是也在刚才说嘛，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塑料的轴，全身重量压下来之后，会显得有一些薄弱啊。所以当你插上剑盾的时候，会容易呈现后仰的姿势。脚尖变形的需要可以踮脚折起来。不过当你在摆一些姿势的时候啊，剑盾卡在手臂上边还是比较稳固的。同时我还非常喜欢这个盾牌炸开的姿势啊，效果也是非常不错。更换头雕非常简单，球形关节直接拔，所以更换配件也是非常简单的。安装上各种武器的效果，搭配起来的质感也是相当的不错。另外，为了大枪插起来更加稳固，它在握剑的时候和握枪的时候使用的是不同的卡扣去固定，而当你握剑或握杖的时候，就需要用到这个扣子了。手指呈现这种阶梯状啊，坡度的下来，让武器握起来会更加的自然。而且得到迷友反馈意见之后，仅仅是手腕拉长了一截，就让身材比例显得比之前要好了很多。最后我们也是来总结一下吧。AAT 的这个设计师啊，我觉得
他对骑士柱的这个执念还是非常深的。曾经 1.0 时代的那个版本被我称之为挑战项目啊，也是在变形的过程中确实太虐心了。我们的可汗大人曾经说过，人在绷不住的时候往往是绷不住的。确实，我觉得 AAT 设计师就是这么一个绷不住的人。这一回完全推翻的重置啊，重新设计出来的 2.0 柱子，在变形结构方面，我觉得比上一款有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我觉得有一些地方做的还是十分巧妙的。它的零件利用率虽然不高，但是也碍于了变4骑士柱的这么一个造型，身上过渡的圆角太多了，导致了这一身圆润的装甲和圆润的体型无法用车型那个方方的感觉来共用零件，所以它的变形步骤也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在变形的过程中非常考验手法，需要一定的把玩经验，你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扣子必须得变形到位，不然的话最后密合成车型的时候会有一些缝隙特别难看。如果你全部到位了的话，还是严丝合缝的，而且在车型和人形两个形态展示下来的效果也都非常不错。说几个不好的点，也是我们在变形过程中看到的。第一个，脚踝这块的受力位置比较严重。如果说这么大的重量单凭一个轴去固定的话，会容易产生前倾后仰的现象，建议这个零件换成合金的。第二个，车顶盖也是在胸口里边的这个位置，我们在变形过程中也看到会容易出现白痕，因为那一块的受力也很严重。你在变形的时候无法单独变形到位的时候，中间的这一坨就是在耷拉在外边，然后仅凭根部的一个轴去支撑的话，这个力度的受力是相当大的，也是建议换成合金的零件。如果人变车的话，驾驶舱内部给的空间容错太小。首先，你需要把肩胛2个维度锁定的卡扣扣在门板的边缘上，然后再把手装进去，最后还要把裙甲插进去，最后再去密合，来回的一层一层套着锁定的时候，手指没有操作的方向，而且如果经验不足的朋友们，很有可能在这个环节上把根部的一些轴掰损掉了。但当你完全理解了这个结构的时候，其实能感觉到这个已经比 1.0 的擎天柱简化下来太多的步骤了，而且做了很好的取舍，车顶也没有以前那么的碎，做工材质这些东西也都比 1.0 有了一个飞跃式的进步。所以这款擎天柱啊，当你变形完成，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不论人形和车型都能展现出来非常不错的两个形态。所以电影系的玩具如何去设计，如何去做啊，一直是一个非常纠结的话题。想要还原，想要达到电影里边全身零件在变形的那种感觉，至今仍是设计师面临的一大挑战。而这一次 AAT 的 2.0 柱子，我觉得在骑士柱这个题材上边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其实在有一些地方如果再精进一些的话，再把人形最后的重量因素还有一些稳固程度考虑在内，再给玩家一点容错的空间，那这一款产品也是足以载入史册的一款电影系的第三方产品了。总的来说，如果你是电影系的玩家，如果你是战狮派的话，这一款的造型其实完全不亚于什么所谓的不可变形的那些雕像级的可动人偶系的产品。但如果你是喜欢把玩变形的，这一款足够你去消磨时间，但是它的操作过程非常的别手，给的空间太小，卡扣之间干涉的过于严重，这个也是在体验上边的一个不好的点。总结来说，又是一款优缺点都十分明显的作品。那么这一款 AAT 2.0 重制版的骑士柱，你觉得怎么样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言论。那么这一期我们就玩到这儿吧。